不过，随着力学研究在投球领域上的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研究显示，曲球对手肘所造成的压力甚至比直球还小。你没有听错哦，不是差不多，是比直球还小。杀敌1万，自损3000，青少棒到底该不该投变化球？大家好，我是侯老大师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童年充斥着棒球大联盟的回忆，每次看到茂野用直球对决总是热血沸腾，那你对动漫里的这段剧情一定不陌生。当然不是这种剧情。在吾郎5岁的时候，山传少棒的安藤教练发现了吾郎优越的资质，便教了他曲球的投法。吾郎的爸爸对此非常生气，担心小孩将来的棒球生涯被断送，因此极力反对儿子在山传海豚队打球。我目前也在高中甲组棒球队担任物理治疗师，每次看到队上选手变化球投得不错，都会好奇想问一下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练变化球的。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我说，国中吧，太小的时候教练不让我们丢啊。也就是这句话让我重新想起了棒球大联盟的这段剧情，让我不禁想问，太小开始投变化球容易受伤的机制到底是什么？这下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了一跳啊！要探讨这个议题之前，要先了解为什么以前的观念觉得小朋友不能投变化球。你可能有听过鼎鼎大名的 Tommy John 手术 ，Tommy John 就是尺侧副韧带的置换手术。尺侧副韧带简称 UCL， 位于我们手肘内侧的位置。UCL 能够抵抗投掷时所产生的肘关节外翻压力，而每次的投球其实都会对韧带产生轻微的累积性损伤。投掷变化球也是一样，尤其是像曲球、滑球这些需要前臂做快速旋后动作的球种，对还没发育完全的青少棒选手来说，那个扭力对手肘的负担可想之大。不让小孩子投变化球，也逐渐成为了家长与教练间的信仰。不过，随着力学研究在投球领域上的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研究显示，曲球对手肘所造成的压力甚至比直球还小。你没有听错哦，不是差不多，是比直球还小。美国运动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Glenn Fezzik 对此表示，科学正在冲击我们的普遍认知。这些年我们告诉大家投曲球不好，然后我们着手去证明这件事，最后我们无法证明投曲球是安全的，但也没办法证明投曲球很危险。那这些年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是不是代表小朋友投变化球根本没差？没关系，先让我们保留这个问题。经过一系列的研究，专家发现投球的数量与手肘伤害的相关性才是最高的。Olsen 等人在2006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献中提到，如果每场比赛投超过85球的话，受伤的几率会提升至4倍；如果一年投球超过8个月的话，受伤几率则是会提升到5倍。更夸张的是，如果一位投手经常在感觉疲倦的情况下投球，他的受伤几率会飙升至36倍之多。美国棒协也在2006年颁布了相关的投球限制规定。惊喜的是，这个成效非常卓越。在实施投球限制的第1年里，就有46%的受访者表示手臂酸痛的情形变少了。过度投球的问题不只是出现在少棒联盟，现在越来越多小朋友会去参加一些独立联盟啊，或是巡回球队。这些比赛大多是没有投球限制规范的，如此一来，小选手们除了要负担本身的比赛以外，还要再加上这些额外出赛的投球局数。听起来很不妙吧？老实说，运动伤害都是这么一回事，通常不会是某一颗球所造成的伤害。或许有时候你会听到肌腱或韧带啪的一声断裂，但那也只是长期压力累积下的最终结果而已。还记得底特律老虎队的火球男Joel Zumaya10吗？他在2010年对双城投出一颗99迈的快速球后，瞬间倒地，因为他的手肘骨折了。你会说那是因为他那一球投得特别用力，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吗？我想应该也不是吧。儒玛雅的伤势其实早就有迹可循，这个我们留到之后的主题再讲。绝对不是副肩。回来谈刚刚的投球局数，青少棒的疲劳控制之所以这么困难，就是因为小朋友需要足够的练习和比赛去建立技巧、力量和经验，再加上优秀的小朋友总是在球队里角色过分吃重，常常必须接下先发投手兼中心棒次的重担，所以才会有人戏称那些小时候表现不是特别出色的板凳球员，反而因为没有被操坏，所以才有机会在棒球界发光发热。但不管医学多么进步，预防伤害的方法其实大家心中都很清楚，注意投球数，疲劳就休息。但就是英雄主义作祟，简单的事情总是被我们越搞越复杂。2006年有田中和斋藤连2日共投了超过500球的经典对决，事隔超过10年的100届夏季甲子园，又出了一个累积燃烧1517球的吉田辉星。
这样的案例不断的上演，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学会教训一样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所以小朋友投变化球根本没关系吗？答案是肯定，也是否定的。研究的结论当然是真的。对那些以适当机制投球的小朋友来说，投曲球承受的负担并不会比快速球来得大。但是这在现实中根本办不到。许多小朋友并没有适当的投球机制或是肌肉控制，只要他们一在疲劳的状况下面投曲球，就很有可能会出问题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可能投5球没事，投10球没事，投50球那就很难讲了。总结来说，一切的问题根源还是出在过度使用以及疲劳上。如果在良好的球速限制以及投球机制训练下，其实变化球并不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。也许曲球安全吗？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问题。把问题修正为你是不是投的太多了，可能更恰当一些。毕竟不管是从科学根据或是历史经验来说，过度投球毫无疑问会造成受伤，而且都是严重的大伤。下次看到小孩子在投变化球，也许你该做的不是马上制止他，而是注意他是不是投的太多了。毕竟过犹不及这个千古流传的道理，其实我们都懂，只是很难做到而已。好，今天到这边了，喜欢这部影片记得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爱运动或是喜欢棒球的朋友。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想听的主题，想知道更多即时资讯，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是 IG 逛逛。如果你是因为喜欢威士忌来的，赶快敲碗，越多人按赞，他心情好了自然就会出现啦。我们每周日晚上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开启小铃铛按钮就不会错过喽。我是大师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